家好，我是瓦哥。今天呢，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要先回答上一次燃烧吧 OG 上的这个电影解说的留言哦。想不到那么多人看哦。里面呢有一个堂哥，他是说中正步枪的始祖不是 98K， 而是中德合作时国民政府购来的一些 G98改来的。OK， 那感谢堂哥的知识分享。如果影片里面有些说错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改正，然后顺便把一些知识分享给其他的网友。好的，那接下来那个留言呢，其实我有点找不到那个留言的朋友是谁，但是我还记得那位观众朋友呢，他是说看我猜7字扣的时候，感觉好像很简单的样子，然后有没有教学影片 ？OK， 那我就来示范给大家看哦。那我现在呢，就直接用这个比较大的7字扣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它怎么拆跟装哦。一个卡在它中间这个部分，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卡在它的7字扣的这边，然后往外面推。好，它已经脱出来一点，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有脱离了，所以这时候可以把它拔出来。那拔出来之后也是小心，不要让它弹掉，因为小颗的话弹掉很难找得到。OK， 再往外拔，这样子就已经拔出来。那怎么装进去呢？一样哦。首先呢，先把它对准，对着这个上面中间这个中心呢，它会有一个凹槽，先对准它。尖嘴钳的一个角呢，先顶在这边中心点，另外一个呢顶住7字扣上面这个，然后出一点力，它就可以装上去哦。那这个比较大，所以比较好装。那如果大家遇到小的，大部分都是遇到小的啦。那遇到小的话，就是要再细心一点，然后手的那个力道要再控制一下。好的，那7字扣已经拆装教学完了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OK， 那时间跳回来了，我们现在也是要介绍这款萨克刀剑。那上一次介绍过，为什么还在介绍呢？因为这把萨克刀剑它原本是没有让你装枪背带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我又自己土炮了一个用 Keymo 的这个螺丝孔呢，把它硬锁上去的。虽然我是用小枪的内管就直接套上去，我没有拉长管，但是为了避免一些误会呢，我觉得还是要让一个枪带背着，近距离的时候还是换小枪。对人家呢，我也不会觉得说，有点拍谁这样子，尽量减少这个争议。那另外呢，我除了改枪背带之外呢，我还有再加上这个海神的冰凿飞镖细骨套件，简称红飞镖。听说啦，它这个红飞镖改上去之后呢，枪的出气出速会稳定很多，比原厂稳定很多。因为我影片是事后拍，这个部分呢我已经装了，那当然后面我会有它的测试的影片出来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 ，Go。OK， 那我们首先呢，就是要让这边装上 QD 快扣底座，先把这个拔起来。我是想说放这边但感觉放这边好像它的平衡性会比较好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它这个套件都有一个小洞洞，所以我只要把这个洞算好，然后钻洞进去，把这个底座锁起来就 OK 了，就比较不会影响到 AAP01的正常动作。好，那抓到大概位置之后呢，我们就直接先来把它钻洞。现在我们的 QD 快扣呢，它的底座已经装好了。那装回去的过程我们就不用再拍了，我们就直接跳到下一个步骤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装这个海神冰凿飞镖系统套件。那因为刚刚我是把这个螺丝给拆下来，所以我只要拆这个螺丝就好了。那一般的话是2个螺丝都要一起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里面的飞机的部分要把它拿下来，前面这2个螺丝给它拆下来，慢慢拆哦，因为它已经有弹簧，所以小心。这个就是弹簧，小心它会弹出来。然后再把它拿出来。那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边是有一个 pin 的插销，所以呢也要把它给弄出来，也是要小心哦。倒出来，就是这个飞镖了哈。那我们一样顺序把它装进去。好，装进去后，那这个 pin 也是一样，把它装进去。那我们要先把飞镖，这飞镖压进去之后再给它装。
OK， 基本上这样就完成了，再依照顺序把它装回去就好了。这个螺丝就锁到给它有阻力就好，不要一直给它锁太紧，要不然里面这个螺丝我怕会滑牙哈。OK， 这样就好了。那这样子就把它装回去了。好，锁好之后呢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先测试它的初速，看它的稳定度怎么样。那我们再去户外来测试它的弹道效果如何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拿这个 AP01的原厂弹夹来测试。那我今天用0.2克的 BB 弹，然后用12公斤的瓦斯。好，现在测试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用 W1的弹夹来测试看看它的初速多少。一样是用0.2的 BB 弹以及12公斤瓦斯来测试。开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集弹性如何。然后我现在用的是 AAP01的原厂弹夹，内红点呢，它可能打过去的时候，可能不是在正中心啦，因为我归的是比较远的距离，所以可能会偏一点。但主要是看它的集弹性的密度如何。OK， 开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用 W1的弹夹，然后测试看看它的集弹性如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测试看看它的连发性能怎么样。我这次就一次测2个弹夹，等下前面的镜头是拍我用 W 的弹夹，那现在这个镜头，它侧边的镜头呢是用 AAP01原厂弹夹。OK， 那么现在开始。OK， 那首先呢，我现在测试一下它的弹道效果怎么样。那我现在用的是 AAP01的弹夹来测试 ，BB 弹呢是用0.4的，瓦斯呢是用12公斤的瓦斯。现在测试开始。
那我们现在来测试用打 PVD 的弹夹来测试看看。OK， 那影片到最后呢，其实红飞镖的效果，我个人觉得啊，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打单发的比较多，所以它的出气量跟弹道对我来说，我会觉得比之前的原厂还要好很多啦。我个人觉得啦。那产品怎么样呢？其实数据都已经说话了，我也不用再多说了。我这次装上去这个底座之后，发现真的方便很多。那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只能装这边。因为你装这边枪体本身的话呢是装不下去，它只要装上去就会卡住，而且上条绳会上不进去，所以只能装这个区块会比较方便。因为这次呢我去装完之后我下场打过，然后这个螺丝里面有一个原本的 Kimo 的这个螺帽，它跑掉了就是不见了，所以我后续会再去五金行买一个六角把它再做一个固定的动作，另外看要不要用个螺丝胶之类的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这个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顺便打开小铃铛，选择全部通知。如果你有任何讯息想要私讯我的话呢，赶快追踪我的 IG 以及点赞我的脸书粉丝团，上面都可以密我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瓦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